之前我们讲的那些瘦针，在你的临床实验上面。打了瘦针，我可以减缓我的三高，减缓我的三高反而对我的肾脏的这个是好的。没错，我每次去露营看到一些久未见面的医生朋友们，他们就突然瘦了一圈，他们有可能自己就是在打瘦针。你说那个是真的有好处？这个其实我们讲对我们的内科，不管心脏病、肾脏病、什么脂肪肝，这个都有好处，只是要真的不能还是要咨询医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医疗行为，一定要监测一些东西，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那支瘦针的。内脏脂肪它就是我把它形容就是一个黄色的怪兽，它会造成一个发炎。我们身体我刚才讲发炎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慢性病的产生，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我刚刚不是说代谢症候群就是你的那个内脏脂肪、脂肪肝这些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些脂肪，所以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所以人家说，如果你有鲔鱼肚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对，那个是一个万病之源哦，不止我刚刚讲，还包括癌症都跟那个相关。铁板面就是淀粉加高油盐糖，热量又高，但是有没有蛋白质？没有蛋白质，有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膳食纤维，都没有，有没有好的油脂？并没有，它不会用很好的橄榄油帮你做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等于吃了一堆垃圾食物当做你的早餐，它只有一个东西：热量跟废物。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呢，现在是越来越长了。你现在活到80、90、100，所在多有。所以现在台湾人，我追求的不是说我要长寿，我要等于瓦岗霸理会。我现在追求什么？我的追求是我的晚年能够活得好。而在你晚年能不能活得好，有一个器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不好的世界第一，就是我们是洗肾王国，也就是我们现在8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我们有所谓的慢性肾脏病。这个对台湾人的你的老化、你的晚年都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你的晚年进到了洗肾的一个阶段，对你的生活品质、对你的整个行动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了肾脏科医师不断的去提醒大家，你要怎么样去维护你的肾脏，怎么样保护你自己。现在有趣的是说，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慢慢的懂得保护自己了，可是现在反而是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因为你的饮食习惯，现在这种慢性病在年轻人的盛行率反而在加高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现在怎么去保护你的肾脏？我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护你的肾脏？而且怎么样让我们的晚年有一个舒适健康的晚年？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了肾脏科的一个权威洪永祥医师来跟我们的讨论。洪医师你好。好，杰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洪医师，我们刚刚讲，现在台湾有个第一非常不好，就是我们是洗肾王国，我们洗肾的这个盛行率非常高，而且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慢性肾脏率的这个也高，在8个就1个。您在这个方面你做了很久的卫教，你也推广很久了。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的洗肾比例是慢慢在下滑，可是我们反而是慢性肾脏的这个疾病的比例是在增加当中，而且更可怕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在这块，已经很少说年轻人会有肾脏病，现在反而年轻人的肾脏病的盛行率是在增加当中。没错。其实我当了25年的肾脏专科医师哈，这25年来哈，其实我们在2003年那时候，我们的我们讲血液透析的盛行率跟发生率哈，就是说都同时是世界第一。那后来慢性肾脏台湾肾脏医学会就开始做一些慢性肾脏病的一些防治计划，对，加上这20几年来很多的一些新药的发生哈。我们讲说，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的那个，我们讲发生率就是说每100万人口多少人今年增加进去了洗肾哈。那这在2019年，首度出现了弯曲，就是洗肾，而且那个开始洗肾的年纪也往后延了，本来大概57岁、58岁，现在已经到60几岁了，往后。但是有一个以忧的地方，让我们知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就是这个，好像血液透析这个黄金下滑，因为大家开始有警觉了。对，但忧的是慢性肾衰竭，就是说我们分3块，一个叫健康的肾脏，一个叫慢性肾衰竭。这一块很长哦，这一块可能20-30年的时间，一块叫已经在洗肾了。对，这一块的人口一直在增加，而且有一些年轻化的现象。我在想，可能跟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精致饮食啊，高油盐糖饮食，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味的王国，美食王国。我们的超商密度是世界第一，对，我们的早餐店密度是世界第一，我们的夜市文化，我们台湾人真的是美食岛啊！这当然考验着我们年轻人的肾脏，加上年轻人真的很喜欢熬夜，对，这些都是加速。熬夜也会有影响，是。而且现在肾脏可怕的是，你今天帮我们带来这张图，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今天很多疾病，我等于说我受伤了。我可能会恢复，比如说肝它自己有恢复，可是肾脏刚刚讲，您带这个就是说它肾丝球，对，肾丝球只要它坏掉了，坏掉就坏掉了，
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就是我坏掉就坏掉，不可能再回来了嘛。对，我们肾脏我们的过滤，我们有一个分数叫肾丝球的过滤率哈。对，肾脏就是我们的下水道过滤，我们这是一个化学工厂嘛，最后排掉了就是靠那个肾脏来过滤这些代谢的废物。那我们我们在小时候的刚出生的时候，肾脏小小一颗，开始就变大了。变大，大概在25岁，我们的肾功能达到极致。25岁，好，那那时候可以肾丝球过滤可以到120、130分。那接着要35岁可以维持，那之后每一年就35岁以后，每年就有1到2分开始往下降。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说为什么不能维持一直很高？因为我们的出生的时候就有200万颗的肾丝球，左肾100万，右肾100万，在我们肾脏的那个皮质那边，我们看到那个皮质外面一点一点，那个都是肾丝球，一颗颗小小的那就是微血管的一个过滤球那死掉一颗就少一颗，不会再生，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大概只有50万，我刚讲我们有200万颗嘛，我们有200万的存款。50万应该就足够使用了那为什么要给你4倍的那个存款，让你省着点花慢慢的老化所以我们讲说，你不要花得太凶不要破坏你的肾脏。事实上，肾脏即使我们说到80岁、90岁，应该都是足够使用的。好，那肾丝球刚刚过滤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我只有68。然后，当我后来因为吃了尿酸的药，把它降下来以后，我现在回到在70几，然后将近到80。可是你听你这样讲，等于说，就算是60几，对我这个年纪来讲，那也是一个警戒值。尤其现在我们等于分第一期是，如果我超过90，我是正常的。60到68跟年纪有关，其实真的就开始要警觉了，是吗？对，我们每次在判读那些健检的一些肾功能的一个指数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个叫肾丝球过滤率对，那么以前我们在那个报告都有负责一个红字跟蓝字，红字就不及格，他们就画一条线叫60分，对，好像60分以下，其实60分以下，以我们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分期已经到第3期了那只是说60分以下，其实我们会建议各科你去看，不管是加医科、内科，就会叫你要来开始追踪肾功能的，那叫已经到警戒期了，叫中度的肾功能衰退了但是有一种假设我们讲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叫做年纪的因素。对，我刚刚讲说我们到35岁肾功能是达到极致对，如果一个35岁的年轻人他只有62分，他的出现是蓝字但是他是不好的，他跟他同年龄比较，他的肾功能是早衰的。对，所以这个也要特别小心。你的同年龄应该在100、120左右，结果你只有60。对，我碰过一个人瑞100岁他说他只有肾功能只有62分，我说我帮你鼓掌，你100岁你还有62分，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所以你要判读那个数值，还是要给医师看一下。还有一些人是说他肾功能还有120分但他已经出现了蛋白尿。肾丝球炎，那他这个肾脏也是不健康的，对这个就叫做慢性肾衰竭第1期这个也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今天不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在乎自己的身体我都会健检。那我之前看到我的肾丝球过滤就是都是黑的都没有红字我也觉得很安全的后来有人才给我提醒我说，不对你要去注意你的60几虽然是低的是。那我再去看说原来60几再往下降的话就不及格了。对，而且更可怕的是，刚刚讲的慢性肾脏病，它最可怕的是它没有感觉。也就是我就算是100、120，或者我今天是60，我今天是50，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不会因为说我这种下降，我身体知道说，我知道我不舒服了，我开始鼻塞流鼻血了，不开始我治疗没有，我没有感觉。对，宝杰哥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当肾脏科医师，大家知道我是肾脏科医师，洪医师肾脏坏掉是什么症状我就跟他讲3个字，开始无症状。没症状。我们讲说，当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诀叫慢性肾脏病的症状。泡水、高贫倦、泡尿、水肿、高血压、贫血、疲倦，叫泡水高贫倦。很多人就记这个，我没有泡水高贫倦，说我没事。对不起，如果说出现这个的时候，都是第4期、第5期了你到了第四期、第5期是在30以下了。前面很多的时间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可以早期发现肾脏的治疗要治疗成功延缓衰竭都是。体检发现，不能等待症状出现。那你刚才特别提到说，我今天看着这个数字，我要去跟老化、跟我的年纪做对比。没错。好，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如果说我是年轻人，我超过90是正常的。可是像我这样，我已经63岁了，或者说我今天是70岁了，我有没有一个年纪的一个对比的数字？不要我每次看到了以后说这个数字把我吓死了。
基本上我刚讲35岁大概你都要在100分以上了哈。那如果说35岁到100分啊，所以不是看红字跟那个对。那如果大概40来岁的话，大概90分左右啊。那如果说像那60岁，至少要维持一个80分。那如果到90岁的话，你有维持60分哈。其实到90岁，他们统计大概只有1/3的人可以维持60分以上。所以刚刚那个100岁人类有62分，其实是真的非常棒的肾功能。好，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现在之所以会这个样子，跟他的这个所谓的饮食，跟他的这个睡眠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没有想到说饮食，我们当然可以了解，你的肾功能，你如果水喝不够，你如果吃的东西太油、太高盐，可是你说睡眠跟我们现在这几集特别讲，睡眠跟你的肾脏也有关联。对。其实很多人说洪医师，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吃什么才能保护我的肾功能？我说不用花钱，好好睡觉，你好好睡觉个1年，你的肾功能就会很明显的进步。对。那我们讲为什么好好睡觉很重要？当然讲说，我们讲肾脏最怕什么东西哈？台湾洗肾的原因什么？我们讲说一个叫做习惯因素，一个叫疾病因素哈。那疾病因素第1名的就是糖尿病，我的洗肾室有1半以上全部都是糖尿病的病人，叫糖尿病肾病变。第2名最高的原因叫做高血压肾病变。高血压台湾有400-500万人高血压，然后他们大概每10个有2个。如果没有好好控制，最后会走到要洗肾。所以第2名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都是洗肾的主要原因。然后最后第3名是什么？蛋白尿、肾丝球炎。但是糖尿病跟高血压都跟我们那些代谢症候群啊、代谢疾病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饮食是睡眠，睡眠是一个最伤，睡眠不足是一个非常伤代谢的。你家里如果有糖尿病的人，你看他睡不好，你就给他测一下血糖，隔天早上血糖就爆表。对，所以我们发现那个好好睡觉跟我们的睡眠还有免疫，你没有睡好，隔天早上年轻人嘴巴就破皮了，耳口疮跑出来，因为免疫力下降，你有些病毒的感染就跑出来了。对，所以又破坏你的代谢，又破坏你的免疫。所以你会发现睡眠是补不起来的，你一定要每天维持6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你会发现你大脑非常清爽，因为我有时候也不得不要熬夜的时候，隔天尤其是年纪渐增之后，你会发现不是1-2天补眠可以补得回来的。所以好好睡觉是一个对身体健康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事，包括我们的肾功能。你刚才讲，现在台湾刚刚讲我们的慢性病的这个盛行率是非常可怕，每8个人等于我们12%嘛，12%大概每8个人就有1个人他有这个所谓的慢性肾脏病。对，那慢性肾脏病里面年轻人又是关键。关键里面搞了半天是原来肾脏慢性病我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没有任何征兆，但我有2个主因，所以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对，所以我要去顾好我的肾，反而应该是要去找源头，所以要把我的糖尿病跟我的这个所谓的高血压先处理好，高血压跟那个高血压跟糖尿病处理好了，我未来这个肾脏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吗？对。其实我们现在在努力做卫教的话，我们讲，其实我们在2003年就知道，哎呀，每次说你是肾脏科医师，都是你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肾脏。我们肾脏科医师不是洗肾医师，是努力救大家的肾脏不要进入洗肾的哈。洗肾是已经治疗失败，那我们就一直在往上游找。那既然是糖尿病跟高血压，那糖尿病跟高血压的上游是什么？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台湾成年人每4到5个就有一个，你就看过了中年之后肚子就开始大，尾鱼肚，然后什么好的胆固醇就降低，血压就开始上升，血糖已经超过100，又买到糖尿病这叫代谢症候群。我们就努力控制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是一个可逆的，它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你还没有糖尿病你还没有高血压，你只是3高开始跑出来，然后准备要跑出来，你这时候开始饮食、运动、喝水、睡眠改善，你明年会恢复到一个健康状态。如果没有的话，你明年你代谢会更老化，你接着就是什么糖尿病、高血压、什么慢性病，后面接着就是肾衰竭。所以回到还是代谢症候群是一个最后的关卡，你要很努力。对，可是刚刚洪医师不是讲说，我的肾丝球如果坏掉了，我是不可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讲我的这个所谓的肾丝球过滤，我也假设我是60、70、80，如果我像我的例子，我已经降到60了、68，我有可能再回升吗？就是你刚刚讲，我如果控制到我的3高，控制我的尿酸，控制我的东西，我有可能恢复吗？变好吗？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定的额度我们举例要回到100不可能了。对，我们讲说，我大部分都说，我很多病人他说他的肾功能突然掉下去了，已经到很糟糕了，他有没有可能恢复？我们会去做一个肾脏超音波。对，看肾脏超音波是什么？看他的肾脏皮质
好，皮质我们肾脏大概10公分嘛，对，你如果说那个肾丝球已经死掉、硬化了，就像树叶枯黄了，这个不会恢复。可是它如果只是受伤，它只是受伤，功能暂停下降的时候，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如果已经死掉了，硬化嘛，对，纤维化，所以它超音波你的表皮，我刚刚不是讲肾丝球在表皮，它会出现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后肾脏萎缩，那就不怎么样。你可能要尽量维持，不要继续恶化下去。可是它如果说还很漂亮，但只是暂时性的，可能你吃不对的食物，最近熬夜比较凶，暂时性的，像我水喝太少，这个有可能恢复到原先的那个状态的。所以好，那您现在讲的一个重点是，因为刚刚讲肾脏病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我就必须要透过仪器，等于说我透过检查，透过抽血。那如果这样的话，等于说我在抽血里面，我要先确定我有没有三高。我没有三高，就等于是把肾脏病的因子先去掉一部分。那我没有三高，再看有没有尿酸。那我们看这些问题，看完这些问题了以后，刚刚讲到我要看我的肾丝球过滤的这个过滤的这个比例，这还不够。你说还要去做这个所谓的超音波，因为等于说你有时候你60几、70几、80几。可是你在做超音波的时候，那个反应的东西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没错。其实要一个完整的肾脏病的一个检查哈，其实包括3个部分哈，就抽血抽血就刚刚宝杰哥看的，就是我们的肾功能的指标，什么尿素、氮、肌酸、肝啊，换算成那叫过滤率。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些代谢的问题，胆固醇啊、血糖啊等等那一块叫抽血。第二个叫做验尿。验尿就是看我们有一些结晶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血尿。但第3个有可能这个都正常但它扫超音波看起来，肾脏有一颗颗的水泡。那叫多囊肾，这是台湾第5大洗肾的原因台湾有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肾，就肾脏在很年轻就一直冒出水泡来，或者说肾结石，或者说就是说，所以你要这3个都要检查，抽血、验尿，做个超音波检查。这个都正常，我们才说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少一个都不能说。所以肾结石也会，它对你的这个肾脏的伤害非常大吗？会。其实我们讲肾结石有几种，一种叫做小小的结石，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草酸钙结石会造成一些发炎，它是一个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肾脏的发炎。第二个是越来越大塞到的。然后塞到就会这样，尤其是掉到输尿管，然后会这样，虽然水过不去，尿过不去嘛，就开始往后，我们讲说整个叫水肿，会变成输尿管水肿或肾脏水肿这个要把它打通了，就整个是，如果不理它，这个肾脏会报销掉，所以还是要检查的。好，那所以说原来就是我要去了解我的肾脏。抽血、验血、验尿，还有特别要做这个超音波，然后整个再看起来你的肾脏这个健不健康。那可是我没有三高，那我的为什么我这样60几岁，我变成68？可是我很妙当我去吃了尿酸的药之后，我就从68回到大概77、70几。所以尿酸本来以为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在等于说尿酸，你在你的书里面，你就说你这里出了一本《肾脏求救中》，特别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只注意到三高，可是没有想到尿酸除了痛风之外，对我们的肾脏的伤害这么大。没错。其实我们讲说肾衰竭其实我们想一想说我们的肾功能为什么每个人都差异性都不大一样比如说如果我们用眼睛，你就可以比较理解了我们2个假设是同一年纪，为什么我的视力比较好，你的视力你就想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没有生病啊，但是我有可能是我习惯不好，我看太多书了，或者说我灯光不对。其实我们肾脏的生病分数下降一样有2个因子，一个叫疾病因素，一个叫习惯因素。所以当我们医生如果病人会来看，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到第3期了，然后来我们的门诊，那我们就要像侦探一样查一下你有没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因素抽血验尿超音波做一下原来你有蛋白尿，你有糖尿病，这个叫有找到我们的疾病因素，所以你的肾脏会衰退的比较快。但是有一大族群都没有那我们就要看是不是习惯因素，他从小水喝不够，他就喜欢熬夜当然这种肾脏的肾功能当然衰老的就会比较快一些。你的水喝的叫习惯因素，熬夜这也会让你的肾功能变差。对，刚刚宝杰哥有提到一个叫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又有分2个，我们知道男生尿酸高于 7.0 叫做尿酸过高嘛。但是不见得有痛风发作可是高尿酸血症本身它就会破坏肾脏，只是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破坏。但是一旦你有爆发，这叫做急性痛风发作就是说关节就红肿热痛，痛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大伤害，肾功能就是一个大
大爆发哈。所以每一年要是你痛风发作超过2次，对，年轻的时候未来洗肾的几率高达90%，好，就是说，所以千万高尿酸血症，对，我说年轻痛风2次，我未来洗肾的几率这么高，为什么？你有想过哈？它不会只有今年而已，它未来还是会每一年都会发作。对，然后第二个是。当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它是一个高速的发炎，对肾脏是有负担。那我们会去打止痛针，吃止痛药。对，那我们的尿酸过高还会产生一个尿酸钙的结晶，产生一个尿酸钙结石，又会结石，又有止痛药，又本身的发炎。对，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讲说伤肾的第4大原因。就是我高尿酸，我才看你形容说高尿酸就已经像刀子在刮我的肾脏了，发炎，对，就是这样刮我这样。对，然后我一尿酸痛风发作，我要再吃这个什么秋水素，还是就是秋水仙素，对，仙素那些东西再打下去，那个也都会伤肾。止痛药比较伤肾，止痛药也会倒还好。对，那它等于说是一个循环的这样子的做。对，但你肾脏不好，你知道吗？尿酸主要80%都是肾脏代谢的。所以你肾功能不好，尿酸更难代谢了，就是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高尿酸血症是一个还蛮特别要小心的。好的，我当然知道，所以台湾人现在我们对医学的常识也越来越多了。好，那很多高尿酸，就是说我知道我不要喝火锅的汤，不要喝很多的汤底不要去碰，或者很多的那种普林的东西，我也不要去碰。可是后来知道说，你如果果糖吃太多。水果吃太多，水果吃太多也会导致你的这个尿酸变高吗？会。我们应该是说哈，那个高果糖哈，它会造成一些慢性发炎。我后来就发现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其实很多人那个高尿酸血症，但是不会痛风发作。那有些人为什么尿酸也不是那么高，他就隔天就发作？对，跟其实还几个因子有关系。说你有没有一些加重的一个发炎因子？比如说如果你去吃火锅。你又喝了啤酒，喝了含糖饮料，喝了很咸的东西，隔天发作的几率就会上升。对，还有他们发现那个一样是普林，动物性的普林，它比较容易发炎。哦，比如说我们吃动物的内脏，哦，还有一些加工食品啊等等，那些会比较。那如果是植物性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豆腐类的，哦，一些什么，这个比较不会。哦，这个也那还有一个，我大部分都是有一个诀窍啦。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既然我们的尿酸是我们肾脏代谢的，对，你要去吃大餐之前，我都教他们喝个500cc 的水分，喝完之后再喝500cc，有2个作用。第一个，你多了1000cc 的水在身上，你就很饱了，你那一餐你是吃不了太多了。第二个，你在吃的同时就已经在加速它的代谢了。对，所以这个不要说，哎呀，因为吃火锅很咸。我就喝了珍珠奶茶，对，我就吃了很多的含糖药啊，不然我们就来冰啤酒更好了，隔天就会大大增加发作的比例。但我知道您一直在推广说哪10大的这个食物对你的肾脏伤害最大，当然第一个是珍珠奶茶。跟你刚刚讲，如果我们就尿酸来讲，哪个伤害最大？到底是啤酒伤害最大？我到底喝什么饮料对我的尿酸、对我的这些数值造成最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讲说一个疾病的发作都有多因子。好，就我讲说你的如果肾功能很好啊，它代谢尿酸很快的，这个就 OK。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说，到底哪一些东西是会加速痛风发作？我们感觉在高普林叫做高尿酸血症的环境下，你又水少，你又加了一些发炎的物质进去，对，包括空气污染也是哦，抽烟也是哦，睡眠不好，这个就会加速。还有一个过度疲劳，我尿酸已经过高了。我突然去跑马拉松，对，过度疲劳一样会造就他的那个痛风关节炎的发作哈，所以我发现其实不是单一因子，对，那很多运动员都有痛风的问题他如果刚好在高尿酸血症，因为运动员如果水喝不够哈，就容易我们讲说那个那加上运动员实际上食量有时候比较大，他们有时候会吃一些高蛋白质类的，很多的普林的食物都在一些肉类啊、海鲜类的当然它本身摄取就多，你要多排泄哈，所以问我就是多喝水，多吃天然的食物，然后不要让身体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就比较不会发作。好，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那我要少什么？以前我有一个医生跟我说，你喜不喜欢讲不来，就你喜欢吃内脏。我说后来我就把内脏戒掉。就我到底要戒掉哪些东西，对我这些数值会比较有帮助？我们讲说加工食品、含糖饮料，这个当然是这个。本来就是该戒掉的哈，那我们要吃天然的食物，我们要吃天然的食物哈，然后要喝干净的白开水。然后如果说我真的是不喜欢喝水，年轻人真的不喜欢喝白开水，我们要喝饮料就要喝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饮料，比如说无糖咖啡啊、绿茶哈等等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一直在讲说，到底是什么食物必须要戒掉？根据那个痛风急性痛风发作的，大部分都是像一些红肉类的、海鲜类的哈，一些蚌壳类的，这种会比较，这叫动物性的普林，它会比较容易发作。那植物性的普林虽然高尿酸还是会高，但是它比较不会发作哈，所以我会建议说，真的要戒掉的话，可能是红肉吃少一点，不用到戒掉。好，那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这很多人也在谈，就喝水的问题。他说水要怎么喝？因为我看过有很多说法是说，有人说你早上一起来就是500 cc 的水，然后你中间再喝250，然后再加上晚上再喝多少水。那有人又说你水喝太多，你晚上会起来上厕所，那你也不能晚上不能喝太多。那有人说你一次喝太多水的话，你身体就代谢掉，所以你应该一口一口喝。我也搞不清楚说，我光喝个水有这么多学问，我到底该怎么喝？我难道真的一口气喝500 cc 是不对吗？还是说我每一次都是喝个100 cc 还是20 cc 这样子喝水？他的身体比较能够吸收嘞。其实多久喝一次哈？我会给大家一个概念哈，我们大部分都是以一整天来算嘛哈。以前大家既有的概念就2000 cc 每一天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是一个40公斤的人，跟一个100公斤的人，我们水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2000 cc 嘛，表示这不对，应该是要跟体重相关的哈。那我们要怎么来算？我们所以有一个公式叫体重的3%到4%。好，比如说60公斤的人638、6424，1800到2400 cc。对，有一个 range。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range？有些人很容易流汗，有些人那个拉肚子啊，所以你大概我们讲3%是基本的。那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又容易流汗什么，就喝到4%。那4%我刚刚讲好，假设70公斤的人就要喝21、73、21、74、28、2100到2800。如果你有慢性肾脏病，你有泌尿道感染、肾结石，我就建议喝到4%。好，这叫总量啊。那我们已经确定总量了，那频率就像我的话，我大概就要喝到2800左右啊。对，频率。那我们大概要多久喝一次？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你整天没有水，然后最后再灌个一大杯，或者我早上起床把那个2000 cc 灌完。我会建议大概基本上把它平均分，而且不要一杯不要超过300 cc，300 cc 你就会胃会胀嘛，或者胃食道逆流啊等等。所以我们讲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就举例2000 cc， 我们就分成8大杯，每一杯不是250 cc 嘛？那8大杯要什么时候把它平均喝？早上起床那一杯最重要，我会建议睡觉前你可以在你的床头柜放一杯温开水。对，然后早上起床，你知道很多人会清晨中风、清晨心肌梗塞。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是没有喝水的，我们从入睡，那血液最浓缩就是清晨。那冬天，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你离开被窝，血液又浓缩，所以就以前我们在急诊室的时候，半夜3、4点就很多人送来中风的急性心肌梗。所以你要让叫什么？就是我们用个保温瓶装一杯温开水。对，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个250 cc 的水，在床，然后再手脚动一动，舒服了再起来。这就缓解你的那个血液过浓的问题。所以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先喝水。先喝水，对。然后它也不会影响到你半夜睡觉的那个频尿啊。然后接着就是早餐前，我们讲3餐前你都可以喝个250 cc 的水。3餐前，对，3餐前唤醒你的肠胃。我们的肠子我们开始进食咯，所以我们要开始有一些水了，开始肠子蠕动，分泌一些消化液。而且250 cc 会减少你正常的那个摄取量，我们大部分都摄取过多然后水又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代谢，所以这样就4杯已经解决了，已经1000 cc 了。那你中间再给它穿插个4杯，比如早餐跟午餐中间，我们讲说喝个一杯到2杯，你自己去调控那个。但这个是指没有运动，你如果要运动前要再多喝个250 cc 的水，然后再运动个30分钟，要再加250 cc 的水，大概其实不会很难。我就觉得说一天2000 cc， 大家都觉得，我觉得喝水是一个习惯啊。你从小你爸妈其实都没有教你喝水，那所以你就自己喝水。那很多人都是凭口渴的感觉去，其实当有口渴出现的时候，表示你血液的渗透压已经很浓了，其实那对肾脏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要固定的时间去喝水，这样子。对。好，那你刚才讲的，我最好把这个时间固定下来。就刚刚讲的，我起床3餐这样子就已经1000了。对。那中间想到的时候再穿插这样子喝。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有人另外喝水就是说，那水白开水可以取代吗？因为有人讲说，我喝汤啊，我喝茶呀，我喝咖啡啊。那有人讲不行，茶是茶，咖啡是咖啡，水是水，不可以替代。
我也搞不懂。那一定要喝白开水，还是说我今天喝茶也可以算在那2000cc？我们讲算在内，算在内。比如说2000cc 是这些都算，但大概75% 是来自于开水类的，我们的食物啊，我们的一些汤类的哈，大概占了25%。所以汤算吗？汤那些都算哦。但是我们肾脏科最不喜欢你们喝汤，因为汤是一个大杂烩哈。就我们我们今天煮了一个加工食品，不管什么角类的啊，什么它贡丸类的，它很多的磷酸盐就会溶解在汤汁，钠也会溶解在汤汁，钾离子，反正所有的矿物质。那所以如果是农药没有洗干净一样哈，所以农药也在里面。我会建议喝白开水为主啦。那如果说你真的年轻人真的很讨厌白开水哈，他们都要去超商买饮料的话，尽量类似于白开水的饮料哈，或者说我们就在白开水加一点点柠檬汁啊，或者说一些，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或者说无糖咖啡。无糖咖啡其实现在研究出来，其实对健康很多。无糖的黑咖啡，对，要无糖哦，不要加奶精，不要3合1哈。然后另外无糖绿茶，对，这些都是蛮健康，可以喝一些健康的茶。但是这一类因为都有咖啡因，大概1到2杯左右，不要超过。对，所以你不能喝太多，是因为你的那个咖啡因的一个对，咖啡因对。好，那您在这个书里面刚刚讲的这个，我想喝水，现在很多人都那么的。那你在这个书里面还有提到一点，就是我叫运动嘛。那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运动的时候喝水要喝很多。像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要喝，然后中间只要休息，我就要喝水。可是，在运动呢，会有一个东西是，我现在会吃高蛋白，我会吃很多的高蛋白的东西。里面也特别提到，高蛋白你要吃是可以，可是高蛋白要怎么样去摄取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现在年轻人好喜欢健身哦，这个其实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疯健身，这真的是好事情。然后我们讲健身是一些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倡导保护肾脏，我就叫他们坚持2个动作做3个月，他们的肾功能就进步了。一个叫喝足量的水，喝足量水。第二个就是每天7天至少5天，做足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做运动有帮助。对，运动。其实后来在网络上他们就帮我留言啊，洪医师谢谢你，我本来46分变成64分，就是说他坚持3个月。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里面的肾丝球过去，它有一定的范围内哈，它会不会回到100分？可能对，但至少可以回来，会变到一个健康的肾脏状态。所以你要水喝多了，你有运动，你有睡眠，对这些一定会进步了。你自己可以去测试，3个月测试的就进步了。好，那我们这样讲说，为什么运动？但运动让我忧的地方是，运动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高蛋白饮食。其实我是倡导说，你肾功能正常的时候，其实我们讲优质蛋白，蛋白质是一个很棒的营养素。对，我们有足量的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哈。所以，但是我们肾脏病你知道我每次在肾脏病的时候，第一件事说不准吃太多的蛋白质，只能吃5份。为什么？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蛋白质怎么代谢？会代谢成氨基酸，会代谢成一些含氮的废物所以臭的人叫含氮的废物那个就是从我们的尿液代谢。所以当你你吃越多蛋白质的话，肾脏就会越努力做工，要把它排除掉。而且肾丝球你很多的尿素氮啊、钠离子在那些高蛋白的里面它的肾丝球压力就会增大。那增大久了之后，它就好像一个。假设你是一个老旧的那个机器，然后你要超量的工作，它就会加速它衰退。所以我们讲说，到底正常的蛋白质怎么摄取？其实大概每人每天每公斤体重大概1.2到1.5公克的蛋白质。那1.2到1.5怎么算？怎么算？60公斤1.2就吃72到90公克的蛋白质。就是说，但是那个会比较难算。但是一般假如我们肾脏不好，我们就只能吃一半。我们讲只能吃0.6到0.8，但是健身的人至少都2.1公克起跳。我刚才讲要吃到1.5嘛，他们会超过的。对，那超过2点以上你就要特别小心。年轻的肾脏应该没问题，然后就是说我们即使吃到那个，因为它要练出肌肉来，一定要吃。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讲有一些，我建议的你要吃高蛋白饮食建议半年要测一下肾功能。我之前就碰过一个是他自己肾脏就有一些蛋白尿，他自己不知道。年轻人他肾丝球已经在发炎，他有高蛋白饮食，结果半年他的肾功能就突然掉下去很多所以你要先确定你的肾功能没问题，当然可以是比较高但也不建议到像什么每公斤体重到3.0公克，那个就很强大，那肾功能就要特别小心了。可是你刚才讲就是我的肾不好的话，我就要少吃。可是刚刚讲那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很高啊。有时候我们就看着这张表面，怎么样叫做肾功？我从哪个开始？比如说我从肾球过滤里面，
我从哪个数值可以界定我的肾功能不好？那我的肾功能不好了以后，我就从哪个数值开始，我就要开始少摄取蛋白质。第三期，60分，其实60分是一个以下吗？60分是一一个红蓝字的标准哈，其实60分以上哈，我都建议每3个月你都要追踪你的肾功能的指数，好，这个要很小心，因为60分以上进入一个叫中度的一个肾功能的一个衰退期哈，这时候要很努力维持，到第4期通常来不及了哈，所以第3期要很努力。那第3期我们第3期是你的最后的保命的第3期我们就会开始卫教病人哦，你要开始限蛋白、限磷、限钾、限钠。我刚刚讲限了半天，大家可能就一头雾水。所以肾脏病饮食是有一点难的哈。但蛋白质一般老年人哈，不要限蛋白。我们讲老年人最大问题是肌少症嘛。对，那只要他不吃蛋白就好。那肾脏不好是因为他代谢，我的过滤器这个工厂老化了，没办法用，你不要，这是不得不的策略，就要限蛋白，只能吃一半的蛋白质。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老年人，肾功能是 OK 的，你要多吃优质蛋白质哦，因为肌肉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哈，就不会有一些什么骨质疏松啊、退化啊、代谢啊等这些问题哈。所以我刚刚讲是有60分以下要准备进入限蛋白。那如果说我之前是68呢？那68是我该吃还是不该吃呢？68分我的建议哈，就是说感觉我已经还没有到60分，但我肾功能好像不是那么好。我只能说你不要过量的吃蛋白质，你不要去台湾饮食文化那种buffet吃到饱。吃一份的话，那个真是爆表的蛋白质，那个是对肾脏非常非常危险的哈。所以我们就有正常饮食，正常的其实。60几分，我会建议一天大概可以吃到7、8份的蛋白质，这都没问题。好，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小矛盾，就是在你的书里面你也特别提到说，现在在肾脏病上有一个大家不知道，就是肌少症，就你没有想到肌少症也会让你的肾脏不好。那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的问题也在肌少症。那现在美国健康医学会也提到说，之前是说蛋白质少吃，可是现在把蛋白质列到第1级，最好你要大量补充的，那不就矛盾吗？就是说我现在我要吃大量蛋白质。可是你刚才讲，我的大量蛋白质又会造成我肾脏的负担，那可是我不吃蛋白质，我又会肌少症，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要在正确吃蛋白质，但是要锻炼你的肌肉，这个才是正确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哈，吃了蛋白质不是不够，但是他没有在运动，所以你的肌肉，所以我觉得我都教老年，其实深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深蹲很重要，深蹲7天哈，我们刚刚讲说。跑步超慢跑啊，或者什么才的那个叫做有氧运动哈，那个大概7天5天，每天要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那个是训练你的心肺功能跟循环，这个也要做。但很多人就说超慢跑，但是肌肉不够，肌肉你光是超慢跑没办法养出肌肉的，要深蹲，尤其是下肢，下肢是我们的第2颗心脏，所以你一定要深蹲。深蹲大概不用7天5天了，大概7天至少2天，每次大概20分钟左右的20分钟，对，慢慢来。刚开始应该10分钟你就受不了，但是最好有教练教你哈。等到你60、70岁关节都坏掉，那时候深蹲你没办法做了。对，所以我记得40岁之后真的要开始锻炼你的肌肉。但是我们讲蛋白质吃下嘞，我看过有一个医生讲说，你每天要蹲300下，我需要蹲到那么多吗？我刚讲量力而为哈，量力而为，大概至少10到20分钟哈。你有这个是很有感的哦。你如果开始深蹲之后，你的下肢整个会变得代谢也变好了哈。但是我讲蛋白质并不是主因啊，就是说我们很少都是因为吃蛋白质吃太少导致肌少症，都是因为那个运动不足，尤其很多开始因为他肌少症了，他就不想运动，糖尿病也不想运动，就整个就更退化了。所以已经到后期，我们讲说要存骨本，不只是存骨本，还要存你的肌肉本。我一直说一定要把肌肉本存好，你的骨头就会强硬。对，而且照你刚刚之前讲，就是说你要运动，你要这样，这个跟你的肾脏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关系的。对。肾脏是最下游，我们讲说我的病人哪里来啊？新陈代谢科看糖尿病的哈，他们糖尿病10几年了，终于肾脏坏了就转到我们这边，高血压心脏科到我们这，骨科吃止痛药骨到最后又跑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讲说肾脏科医师到后面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再往前一点去做你的那些肾脏病的照顾。其实肾脏任何一个器官坏掉，肾脏都会受影响。我刚讲肝脏坏掉了，肝肾症候群；心脏坏掉，心肾症候群；糖代谢坏掉了，所以前有这弄了半天。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后面肾脏就不会坏掉了。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饮食，我也看到一个数字让我有点困惑，就是我们知道吃香蕉是有含钾，
那可是有人讲说你有肾脏病不能吃香蕉，又有说为了你的健康你必须吃香蕉，那我就觉得我就会对这种东西感到很困惑，我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嘞？对，这个就我一直要推广，就是这个实在有一点难哈。我们讲说钾离子是一个好东西啊，对啊，钾离子是保护我们心脏，然后会让我们的心跳正常。只要钾离子不够，对肌肉是没办法收缩。钾离子是一个很棒的东西，跟蛋白质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对，那为什么肾脏病我们一开始你要限蛋白、限磷、限钾？因为他们代谢不出去了，他如果正常这样吃，就会变成一个高血钾，那高血钾会造成心律不整，甚至猝死。对，所以肾脏病的饮食要限钾，不是不能吃钾。他们比如香蕉是高钾的水果，我们说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香蕉，吃个半颗，他们是可以吃，因为它代谢慢嘛，所以它吃的比较少。所以它是可以吃肉的啊，但是只能吃我们的一半，因为它代谢毒素变少。对，所以肾脏病饮食是一个不健康的饮食哦，大家不要说，哎呀，我要保护我的肾脏，虽然我肾小过滤还有80分，但是我就进入肾脏病饮食。肾脏病饮食不是限蛋白、限磷、限钾，这样是不好的。你不需要提早进入肾脏。对，肾脏病饮食是一个不得不的饮食策略，因为你肾脏已经在衰退了。对，我们要延缓你衰退，所以就把你的饮食做一个调整。对，你如果正常的人，我会建议这样一些地中海饮食，然后德叔饮食这一类的会比较健康，不要进入肾脏病饮食。不要限钾，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吓到说我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对，比如60几分，千万不要去限钾。60几分，其实钾都还代谢得出去。对，我们大部分发现会高血钾都是几乎到第4期。对，其实第3期也很少高血钾。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我还没到第3期，就30到59这个之间，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自己去限制很多东西。对，我们讲要进入肾脏病，要限蛋白、限磷、限钾，开始减少摄取。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摄取。当然你每天到底我够不够，还是要3个月测一下肾功能跟你的电解质那些数据。所以我的病人每3个月他都知道他的钾多少，他的磷多少。但你的病人应该都在第4期。我的病人大概从第3期，他们讲说，其实各科的医师都有这个习惯，看到他病人肾丝球过滤出现红字的60分以下，这叫第3期，他就会丢来我们肾脏科这边。可是他如果过来的时候已经第4期了通常比较来不及。对，你知道第4期到距离洗肾平均大概5年。可是第3期你可以不用洗肾，第3期你可以延缓20年、30年。对，所以最该看医师的应该是进入第3期，就赶快来找肾脏科医师。对，但你刚才讲这东西都只有透过检查，你自我感知是不会感知到的。感知到都第4期，感知到第4期。对，好，但我们知道台湾的肾脏跟所有的吃药是很有关系。那最近有讲说日本有一个神药，我们就姑且不讲它的名字。很多人到日本的药妆店就很喜欢买那个药回来，可他说那个药如果吃多了，那这个对肾脏的伤害，就特别是止痛药，是对肾脏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止痛消炎药这一类的每次在伤害肾脏都是第1名的药物但是也不能任凭身体发炎嘛。你说我肾脏已经不好了，我牙痛、牙周病，我就一直它发炎，这样也会加速肾衰竭。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消炎我们讲说普拿疼类的叫乙酰氨酚这一类，这是肝脏代谢的，这个是一个很老牌子这个比较不伤肾，因为它是肝脏代谢可以先由这些来吃。那我们讲说，日本那个老品牌的那个，事实上是一种异布洛芬类的。异布洛芬它就是这种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这一类的会抑制我们肾丝球的一个血流量，而且会造成一些间质组织的发炎。肾脏除了肾丝球，那其他叫间质组织，那个会发炎，所以它是有些体质的只要吃少剂量就会突然急性肾损伤，那个不是慢性的，对，它是急性的，甚至1个礼拜2个月就突然要，那是体质因素，那不多啦。但是我只是说。很多的成药的止痛药，因为现在有一些什么加强定，然后加了很多，它不是单一的止痛成分，而加了很多。对，而且这个是成药类的，你可以不经由医师，你就去买得到。这个真要特别小心，尤其是你有一些特殊体质或肾功能不好的，我会建议去吃止痛药，要经由医师的咨询过之后，医师跟你建议，这个是最棒的。好，那我刚刚在之前跟您聊天的时候，我又很惊讶，就是我们知道吃药对肾脏是不好的。可是现在不是很多人为了减重吗？为了减肥吗？减重减肥当然吃了很多减肥药，因为很多减肥药是有伤害的。可是有些之前我们讲的那些瘦针，在你的临床实验上面打了瘦针，我可以减缓我的三高，减缓我的三高反而对我的肾脏的这个是好的。
没错。其实我刚刚讲，2019年之所以我们的透析的盛行率开始往下降，其实跟很多新的糖尿病药的发明也有关系。其实瘦针还有一个排糖药，这2个药是近期里面非常巨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发明。其实我当医师以来，我就发现台湾人民一直在减重，其实有时候用的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减重方式，对，那结果造成一个很快就急性肾损伤。但一些正常正确的减重方式的发明，这对我们内科医学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刚刚讲说，我们不是在往前找吗？是为什么肾脏病就糖尿病跟高血压，对，再往前找就代谢症候群，就是肚子大、尾鱼肚啦。如果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体重，用一个健康的方式，以前我们都叫做大家饮食跟运动控制嘛。我一直在演讲，然后每次只要去演讲，大家都不理你啊。我饮食我要控制了，就控制下。你可以医师我在找你，就是你要用药要用绳，要打一针，或者说，所以大家喜欢去抽脂我能够控制，我干嘛还找你呢？对，可是这我们说，我又不是神仙，真的你要自己饮食控制啊。可是后来医药的进步，的确是有那种瘦针还有一些排糖药，这个可以健康安全的有效的降低了体重。而且还蛮有效的。我每次去露营看到一些久未见面的医生朋友们，他们就突然瘦了一圈，他们有可能自己就是在打瘦针。你说那个是真的有好处？这个其实我们讲对我们的内科，不管心脏病、肾脏病、什么脂肪肝，这个都有做，只是要真的不能还是要咨询医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医疗行为，一定要监测一些东西，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打那支瘦针的。有一些但书，比如说它最常见的就是那些胃食道的问题，你有胃食道逆流、胃痛有一些或者有一些什么打了有一些不良的反应，这个就要赶快停止。所以一定要在医师监控之下做这个处置。对，所以刚才讲的就是因为肾很多问题是代谢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减重，我可以运动，我可以处理我的代谢问题，让我的三高下来，我的这个脂肪肝下来，我的等于说我就解决了我肾脏发生疾病的这个因子。对。其实我一直在讲说，肾脏就是最下游，你前面的什么糖尿病、高血压这些都控制的不好，最后就跑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体重过度的肥胖是一个最重要。其实你知道痛风在台湾痛风，其实有很多不是食物的关系是它体型过大。你知道我们很多内生性的普林，就在我们的细胞的遗传物质，那叫 DNA， 其实它里面就是代谢核酸嘛，就会代谢出来。所以他没有吃很多但是他因为他很胖，所以很多人减重下来之后，他痛风就不见了，就好了。其实我有的病人就是他吃了4、5种药，减重下来所有的药都停掉所以肥胖是最关键的。是，对我对未来还蛮乐观，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药，大家真的是体重都有感的降低了。以后不管洗肾脂肪肝心脏病等等，这些有可能都会改善好，但你都要提到脂肪肝里面后，我就补充一堆，因为我当时在脂肪肝时，很多人讲你有个轻度脂肪肝没什么了不起啦，台湾人每个人都有轻度脂肪肝了，你就中度脂肪肝也无所谓了，我也有中度脂肪肝，大家就这样讲。可是后来我看了资料才说不对呀，你脂肪肝就是不能有，肝脏是不能有脂肪，有脂肪的对你的代谢是有影响，对你的代谢有影响，最后也会伤到你的肾吗？没错。其实我们讲说脂肪肝代谢的，其实我们很多脂肪肝，比如说不正常的脂肪堆积在你的肝脏，你会发现这叫你见到一只蟑螂跑出来，代表你家里不是只有一只蟑螂你这边肝脏会堆积脂肪，你可以看你的血管内皮细胞也有可能堆积脂肪，你的肾丝球就是一个微血管我们身体到处都是血管，你的心脏冠状动脉也是血管。对，当你看到一个脂肪肝的时候，你要反推你其他的地方的血管是不是正面临一个面临一个叫脂肪过高准备塞到的危险所以你要脂肪肝不是说轻微的就没事对，要一个健康的肾脏。我们看脂肪肝都会看到肝脏这一块，对，我看到是你的血管血脂肪一高的话，周庄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这些都会发生所以一定要很重视你的脂肪肝。所以脂肪肝是一叶知秋，我看你这个出来以后，表示你其他地方的脂肪量一定很高了没错，所以你才会在你的脂肪这个地方形成这个肝脏这个地方形成脂肪层。对，而且很多的脂肪是一个也会造成一个我们讲肥胖，不管皮下脂肪、内脏脂肪是更凶险的一个东西我们讲说我们肌肉的脂肪这个都还好，那内脏脂肪它就是我把它形容就是一个黄色的怪兽，它会造成一个发炎。我们身体我刚才讲发炎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慢性病的产生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我刚刚不是说代谢症候群就是你的那个内脏脂肪、脂肪肝这些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些脂肪，所以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所以人家说如果你有尾鱼肚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对，那个是一个万病之源不止我刚刚讲，还包括癌症都跟那个相关一定要只要减重下来，你尾鱼肚不见了
但努力个1年是真的可以减下来的，然后你就恢复到健康状态了。很多你如不理它，后面就跟着一堆慢性病，到糖尿病有时候就不可逆转了，就真的你在运动都来不及了。好，那洪医师，我觉得你还是特别强调说跟台湾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就你特别强调说，有些早餐我说铁板面不能吃，就台湾很多的早餐，因为早餐文化是台湾一个非常特殊的。可是台湾有哪些饮食？就你一直在苦口婆心的说什么炸鸡、标示这些东西，真的影响很大吗？这个真的是碰都不能碰吗？我们是在讲说，当然是你的肾脏既然是下水道，你喂食它什么东西，它产生的代谢废物就不大一样哈。当然，超加工食品是一个最糟糕的东西哈，不管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啊，很多的一些添加物啊，和一些反式脂肪都在那些我们讲说超加工食品。对，那早餐我会建议，其实台湾人都实在太忽略掉早餐了啦。早餐我会建议，其实早餐应该是吃的又营养又健康。我比较建议的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哈，因为我们早上要去工作，要精神饱满，我们应该，可是我们早上实在太忙，我们都宁愿多睡一会，因为你太晚睡了。然后那你会把吃早餐的时间压缩到最短，去超商啊，去买一个什么铁板面，就随便就塞。对。可是你们早餐你们吃到营养素哈，所以我们早餐还是要遵守那个营养素，要有一些优质蛋白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鸡蛋啊、牛奶啊、无糖豆浆的叫优质蛋白。那我们要有好的油脂，要有一些橄榄油，要有一些坚果类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们还有膳食纤维，因为我早餐有没有吃到水果或蔬菜啊？没有。可是我每天都有啊，只是我花了20分钟吃早餐，我觉得这件很重要，你就要把它拨出来做。对。如果你觉得运动很重要，你就会拨出时间来运动。对。如果你觉得你的健康不重要，当然你就觉得工作比较重要，当然你就会买个饭团啊，买个那个铁板面啊，铁板面就是淀粉加高油盐糖，热量又高，但是有没有蛋白质？没有蛋白质。有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膳食纤维。都没有。有没有好的油脂？并没有。它不会用很好的橄榄油帮你做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等于吃了一堆垃圾食物当做你的早餐，它只有一个东西，热量跟废物。对。所以我们讲说，真的要好好对待你的身体，就从早餐开始。你每天都花20分钟很认，你每天我早餐吃很多。你早上很认真吃吗？那你早上吃什么？我早餐就是讲的，其实我早餐是所有营养素我都要确定的，其实那也不会很难，那真的是很简单哈。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喜欢吃面包，你就要买一个全麦吐司哈，淀粉类全麦，或是一些不要买一般的奶油面包嘛。地瓜也是一个不错的哈，或者糙米、五谷米、燕麦那些，这叫淀粉类的。那油脂我觉得有2个东西很好，橄榄油，早餐可以喝个20cc 橄榄油。那加一把的坚果，直接喝橄榄油可以生饮。我会加在我生饮哈，那个有点苦涩涩，我有时候会加在黑咖啡了。那我早上我会喝一杯黑咖啡。那个也是，你把橄榄油丢到黑咖啡里面。对，那个就是橄榄油加黑咖啡哈，它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个叫防弹咖啡，它是防弹咖啡是椰子油加黑咖啡。对，但是椰子油是一个饱和油脂，不建议，所以我大部分都把它换成那个橄榄油加黑咖啡。对啊，它可以把水溶性的那个我们讲说咖啡的豆醇、咖啡的那些我们讲绿原酸，可它把它包覆在脂肪里面。它会变成一个比较缓释的剂型，那你又喝到橄榄油，然后这是你的独门配方。对，早餐还要一定要有蔬果类的，对，大家其实不会去吃蔬菜水果，所以你可以简单的准备一个苹果、芭乐，那个一定要吃，所以早餐也要蔬果。这样吃一吃，其实蛮健康，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对，只要你要花点时间去吃它，你不要那种随便乱吃早餐。对，那中午我就吃的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不是劳力阶层，我中午过后我就吃的比较简单。但晚上我就吃的更简单，我是一个倒三角形，因为晚上我就要睡觉了。对，台湾人不是啊，台湾早餐乱吃。晚餐那一餐吃的最佳，我们台湾人中午都吃便当外食，然后晚上就跟家人团聚，就去吃大餐啊什么那些，这叫正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吃完晚餐之后你就要洗澡睡觉了那你这些东西晚上还在代谢，其实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是，对，大家好好吃早餐非常重要。好，那最后一个你刚刚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直接去超商买，你也建议说，我直接去超商买，它都是现成的东西，那个常常吃好吗？我刚刚讲说，其实全世界都在讲这个超加工食品这件事了哈。你去超商如果买的是天然的食物，所幸是现在越来越多超商有在卖天然的食物，就直接买个香蕉，买个地瓜，买个蛋。对，比如说我们就不要买那个香肠啊，不要买加工的一些饼干啊、饮料啊等等，那些就比较不好。天然的食物永远是最棒的。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一个那个汤的部分，我觉得汤很有趣，就是对。
很多华人来讲，好像就说，汤是最补的、最健康的。那在香港人还有那个煲汤的这个习惯，可是我又听到一种是说，汤根本没有营养，你不管是蛋白质，你任何东西都没有营养，那你吃到只是一些杂质。那我到底怎么来看待汤这个问题嘞？汤这个问题哈，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讲说肉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些东西还在肉本身呢，哈，那它我们讲说我们会不会煮一煮肉就溶解在那个汤里面？其实并不会哈，但只是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啊，我的确是会跑到里面。它里面有好坏参半哈，有一些好的东西，有一些坏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讲说，我们最担心的是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比如说我们大骨汤这件事。其实很多的重金属都在动物的那个骨头里面。我们华人很喜欢用骨头熬汤。对啊，那骨头熬汤你知道吗？那它这些动物吃了几十年的那个。所有的那些重金属在骨头里面，那你把它熬出来，然后你再喝下去，这个就是要特别小心。其实它不营养成分，比如说有时候我真的很虚弱了，我要喝鸡精啊、鲜精啊什么那些，我们说这个是不得不啦，就是说你已经是什么吞咽困难、没精神，才用这些浓缩的一些营养，但是这个还是要选它的品质不是你去熬煮不是不能熬不能喝，就是你要去选择比较好的来源的。有一些产销履历啊，有一些比较棒的、比较安心的那些去做。那另外，我们最担心的是火锅那一锅汤嘛，火锅就是一个大杂烩嘛，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喜欢喝火锅的汤，我会建议大概前30分钟喝。除了你会发现，你有没有现在火锅也会煮肉下去之后，整个就浊掉。对，那个很多的一些杂质，而且有一些亚硝酸盐，有一些致癌物可能都会在里面。对，所以你真的喜欢喝火锅的汤，大概在前30分钟。但如果汤底是属于那种麻辣汤底啊，什么很油的那个，事实上那个汤底就很多高油盐糖的东西，你吃下去其实一开始对身体那种就不要喝不要，应该也没有人会去喝麻辣汤，只是它就沾了很多那种东西。所以我每次去吃火锅，我都会建议是选择比较清淡的一些汤底会比较好一些蔬菜的比较干点，萝卜汤底啊，或者大白菜这种会比较如果说比较浓烈的那个，都真的要比较小心一点，不要沾太多。对。那你刚刚特别提一个鸡精，我就想到一个是，现在很多人为了健康，所以家里面一定有什么鸡精啦、燕窝啦、人参啊，放了一堆。然后我觉得我精神不好，我就吃一点鸡，我就喝一罐鸡精，或者加温这个鸡精。这种东西对我是好还是不好？会有影响吗？我要小心吗？我要节制吗？如果肾脏病就不建议。肾脏病我们刚刚讲那个肾脏病什么鸡精、鲜精浓缩汤汁、浓缩牛肉汤都不建议，因为它的磷跟钾会过高。因为浓缩类的包括但是如果肾脏正常的，就把它当作它是其中的一种食物嘛。对它的食物营养这样，因为它是浓缩的，它的确很多。我刚刚讲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素可能都含量还蛮丰富的。所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我说因为它食欲降低，我在比较高，它是一个比较高浓度的营养素那这样喝下去。可是我们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全部都健康的，我会建议不要去喝这个浓缩的东西，你还是均衡的摄取这个6大营养素我们讲说在咀嚼，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用咀嚼的，对，你知道咀嚼对防止我们的失智、防止我们的心脏病，还有我们的增加我们的消化，这个都有帮助的。对，所以很多老年人开始吃牙齿不好，他又不去弄，开始吃流质的东西，对，这些就开始退化了所以你就喝这个东西，从咀嚼开始是，所以我们讲说，当做一个急性期在补充营养的一个高单位的营养品，对，但是不能取代掉正餐，这样是好。我们在节目前面在强调说，你现在不是要活得老，你现在是要活得健康。其实活得健康不是说只有老人、年人，你从现在年轻人开始，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生活、你的习惯。刚刚洪医师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肾脏病事情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你是源头里面，你有没有三高，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病，甚至你的这个代谢问题有没有解决？你现在等于说这些东西就是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你的起居有关，这些照顾好了，你的身体当然就好了。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宝杰哥，谢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